嗨，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！这一支影片我们要来进行尼康 FA 以及过片马达 MD15的基本操作介绍。各位可以打开 CC 字幕，下方还有影片的时间码哦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安装电池。FA 使用的电池非常好购买，跟 FM2 一样。打开底部的电池盖，然后呢，将电池按照它的正负极塞到我们电池座里面，再把它塞进电池仓。 温柔的把它锁上去，拿出我们的这个示范底片，打开背盖，这个地方啊是个解锁，这个地方要先解锁，压下解锁之后才可以拉起我们的回片轴，片仓就会打开。开片仓的时候要温柔的先扶着，才不会整个弹开。然后呢，将我们的底片罐放进底片室，再把回片轴 压回去，左手压着底片罐，右手拉着片头，将片头呢缓缓地插进过片轴的缝缝里面，再朝这个方向拨动我们的过片转盘，让我们的底片齿孔有吃到这个齿轮，稍微 check 一下。 各位，如果你觉得底片不是很平整呢，我们可以拨一下回片轴，让底片呢稍微平整一下。OK， 盖回我们的背盖，然后呢可以稍微再绷一下下，轻轻的就好。OK， 之后就可以收起我们的回片杆。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空白曝光。空白曝光的时候要检查一下我们的回片轴跟过片轴是否一起联动。来，我们先过第一张，很好，它有一起联动。 来激发快门，再来我们再曝光第二次，一样 check 一下哦，非常好，我们上片是成功的。原厂手册说我们空白曝光必须曝到第一张的前一个就是0的位置，所以我们再过一张激发。OK， 现在我们的 FA 呢已经可以正常的拍照，安装底片完成。 接下来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FA 的底片备忘框。它备忘框在这边非常的古典的样式，可以放上小纸片以及底片盒。那这个位置呢是设定 ISO 的地方，我们把外围转盘稍微提起就可以转动。示范底片是 ISO 200，所以我就把它设定到200的位置。取下镜头盖，我们现在来安装我们的镜头。什么样的镜头跟尼康 FA 最搭呢？ 想要了解的朋友可以观看我上一支影片，里面有介绍。安装方法就是点对点，然后直直的合上去，再转动镜头，直到咔的一声。拆卸的方法要按这个拆卸钮，按住拆卸钮，然后转动镜头，然后再直直的拿下来。FA 的看家本领就是它有2种测光模式。 像这样松松的凸出来的状态呢，就是矩阵测光。那如果我们把它压下去旋转，让这个红色的标记出来，这个就是传统的中央重点测光。要解除呢，一样，压下去之后转动，让它凸出来，又恢复到我们矩阵测光。接下来我们介绍 P 模式，我们把这个模式转盘呢转到 P 的位置，然后 记得光圈值要把它锁定到最小光圈。P 模式适用矩阵测光，所以一定要用矩阵测光啊，这样才是 FA 的精髓哦。拨开过片杆，测光表才会作动哦。我们来看一下 P 模式的时候，它只会显示快门值。如果过曝，它会呈现 High； 如果欠曝就是 Low。F1 表示光圈没有锁定在最小值，请 check 一下。快门先决，我们把它转到 S 的位置。 然后呢，一样光圈要设定到最小值，拨开我们的过片杆，看一下它怎么判断的。它会显示光圈和快门。各位，我们使用 S 模式最容易遇到就是我们原本光圈值的小 LCD， 现在出现了一个快门值，这就表示在现有的光圈范围里面，你所选的快门数值是没有办法得到标准曝光的。所以 FA 它会自动以数字的快门值来覆盖你所选的快门值。 如果出现 High 跟 Low 呢，就是现场的环境光源已经超过相机它所能够调配的。接下来是 A 模式，光圈先决，光圈我们自己设定，然后我们的 FA 会帮我们配快门。
我们看一下它是怎么显示的呢？它会显示快门值跟光圈值。过曝呢，它会显示 high； 欠曝它会显示 low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M 模式，把它转到 M 的位置。那 M 模式呢，就表示光圈跟快门呢都是我们自己来调控的。切记有矩阵测光不支持 M 模式，所以就算是凸出来的，它还是中央重点测光。那它的测光表显示的方式是这个样子，一样有光圈值跟快门。它会显示一个 M 提醒你这个是手动模式。如果同时出现加键，表示标准曝光；减欠曝，那加就是过曝。我们 FA 呢，它有2档的机械快门，没有电的时候可以使用，就是 M25 表示机械250分之1秒的意思，还有 B 快门。那 FA 有个安全机制，我们的快门档在1秒的时候是无法直接转到 M25 的，我们要按下背部这一颗银色解锁钮，就可以进入我们的机械快门专区。这边补充一下，就算相机里面有电，但是我们只要进入机械快门专区，测光表就会自动关闭。景深预览跟许多拟控一样，在这个地方压下去呢，就可以及时缩光圈。曝光补偿，曝光补偿在这个地方操作的时候要压这个解锁钮。我们压住解锁钮，就可以转动这个曝光补偿的调整盘，补偿范围最多加减2。取景器里面有曝光补偿的提醒灯号。我们来操作 FA 的重复曝光，我们先进行第一次曝光。接下来我们要来操作假过片，这个地方有个重复曝光的拨杆，我们把它压下去，压下去的同时，然后拨我们的过片杆。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回片轴没有转动哦，表示我们底片并没有移动。现在我们就可以进行第2次的重复曝光。自拍计时器在这个地方。OK， 假设我们现在所有的设定啊，也都已经设定好了，我们把它压下去，然后激发快门，它就会开始倒数计时。FA 它拥有这个目镜的快门帘，接下来我们进行 FA 的退片。首先，我们先按一下基底的退片钮，确认一下退片钮有没有扁进去。接下来我们立起回片杆，我们照着回片杆的方向来收回底片。那我们收底片有2种，一种是把片头留在外面，那另外一种是整个收进去。留片头就是转到阻力消失就停止开盖。那如果说没有要留片头，我们转到阻力消失呢，再继续多转几下，转到爽为止。我示范留片头的退片方式，我们来感受它的阻力。OK， 现在已经阻力消失了，所以我现在已经可以把这个片舱盖给打开了。我们压下回片轴的解锁钮，拉起回片杆，非常好。我们底片头留在外面，小心翼翼的把底片罐整个拿出来。那记得啊，一定要再把那个片舱盖盖回去，保护我们的相机。这个就是 MD15，MD15 是尼康 FA 专属的，它跟 FA 的贴合度100%，外形非常有质感。电池从这个地方安装，我们把这个手柄立起来。转动它就可以取下整个电池座。它一共使用了8颗这种 AA 电池。装电池的时候一定要按照它的正负极来安装，这个要特别留意啊，因为通常最简单的事情最容易犯错。好，我们再把电池装回去。接下来我们要跟机身组合，我们要取下这个孔盖这是跟 MD15 连接的电子接点。我们的孔盖一定要放好，不要不见。MD15 它有设计一个收纳孔盖的位置我们细心的把它锁上去。接下来我们将马达跟机身组合起来。组合的时候我们要细心对好，转动转盘组合起来。那各位要注意一下各位要注意一下，尤其是比较胖的朋友像我的手可能比较有肉吧，我已经不止一次夹到我的小肉肉了。MD15 有一个电力检测钮，这个 BC， 所谓的 BC 这个 Battery Check。检测之前呢，我们要把 MD15 开电，就是移开 L 的位置，红色 L 是 Lock， 我们把它移到 S 或 C 都可以。压下检测键，红灯亮表示我们的电源充足。
接下来我们示范一次有安装马达的情况下如何上片。其实方法跟没有安装马达几乎是一样，只有最后面有一点不同而已。接下来我们用马达来空白曝光，我们选用 S 单张模式，空白曝光2次或3次都可以啦。MD15有2种射击模式，第一种是单发的，就是单张，一次拍1张。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 S 档位调到 C 档位的话，就是连发，这是它的连发速度。各位朋友，就算我们安装 MD15， 我们只要把它关闭，我们还是可以操作原本 FA 上面的部分。操作方法就跟没有装 MD15 时候一样使用我们的过片轴过片，然后急发快门。但是各位记得一定要把 MD15 设定在 L Lock， 就是关闭的档位上。现在我们操作挂载马达的时候是怎么退片的？我现在把整卷底片拍完。当 MD15 拍完整卷卷不动的时候，机背的红灯会亮起。各位，红灯亮起就不要再按快门了，这样可能会造成底片断掉或者是机械损坏。好，我们现在把 MD15 关掉，切到 L 的档位。各位，这个 R 的按钮呢，就是退片钮的意思。我们往上顶，它会有个连杆帮我们去压 FA 它底部的退片钮。压了退片钮之后，我们才可以进行退片。那接下来退片方法就跟之前示范的一样了。OK， 以上就是 Nikon FA 的基本操作介绍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祝大家玩相机拍照愉快哦，拜拜。